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拿到身心障碍证明这张卡片，对你有什么帮助？你知道在台湾有多少身心障碍领有证明的朋友吗？答案是，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身心障碍者人口数已经达到120万0743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12%。为了照顾身心障碍者，提供了9大服务、49项的法定服务或方案服务。接下来我们就一一跟各位介绍。第一个是保障经济安全，依家庭经济状况、障碍的等级，分别提供以下的服务：一、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二、居家照顾费用补助；三、辅具费用补助；四、社会保险的补助；第五，所得税申报减免扣除额；第六，租赁房屋租金补助；第七，承租停车位租金补助；第八，购屋贷款利息的补助；第九，购买车位贷款利息补助；第十，推广财产信托制度；11，部分的电费优惠；第12，身心障碍者免征使用牌照税；13，租停车位的补助；第14，日间照顾及住宿式照顾费用补助；第15，就医部分负担的折扣。如果你去各级医疗院所的门诊，凡是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人，门诊就医时，不论医院的层级，部分负担的收费均按诊所层级收取50元。第二，个人照顾及家庭支持服务，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自行或结合民间机构、团体办理身心障碍者居家照顾服务、生活重建中途自残者。第三，社区居住，俗称夜间居住。第四，家庭托顾，俗称家托。第五，自立生活支持服务等。第六，个人照顾及支持服务及临时及短期照顾。第七，照顾者的支持服务。第八，照顾者的训练及研习服务。第九，家庭关怀访视等家庭支持服务，以促进身心障碍者生活品质、社会参与及自立生活，强化家庭照顾身心障碍者的能力。第三类，机构日间照顾及住宿式照顾服务。日间型住宿机构以需求评估为生活无法自理且家庭无法支持照顾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为服务对象。目前，卫生福利部辅导身心障碍机构提升服务品质，并协助机构改善设施、设备，以及因应身心障碍者人口特性及照顾需求，增设各类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立案机构总共有266家。提供日间照顾服务、生活训练及住宿照顾等多元服务等，并办理全国身心障碍福利机构评鉴，全面提升服务品质。第四，优先采购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团体或庇护工厂生产之
物品及服务。本项措施为了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加入生产物品及提供服务之行列，政府机关的义务采购单位进行采购，并促使身心障碍者福利机构、团体或庇护工厂所提供之物品、服务产能之增加及品质的提升，让在机构、团体或庇护工厂中的身心障碍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以达到自力更生，也借着政府机关行政采购资源，达成身心障碍者的照顾与支持。第五，推动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鉴定与需求评估制度。为了因应国际间对于身心障碍的分类，多采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式。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于96年1月11日修正公布，将过去以疾病名称分类的方式改为国际健康功能与身心障碍分类系统 ICF 8大分类系统，并且自101年7月11日全面实施鉴定与需求评估的新制，明确区分服务对象，因应身心障碍者确切之需求，提供适切的服务，定期召开身心障碍者的权益保障推动小组委员会议，原来的身心障碍者保护委员会，以维护身心障碍者的权益。第六，建立无障碍生活环境，建立公共交通工具及公共建筑物无障碍环境设置与设施，推广网络及资讯无障碍环境。一、推动公共服务手语翻译服务。二、划设身心障碍者专用的停车位。第三，爱心计程车。第四，居家无障碍空间改善补助。七、扩大社会参与。一、搭乘国内大众运输工具半价优待。二、提供进入收费之公营、公社、民营或民营之风景区。第三，康乐场所或文教设施之优惠措施。第四，补助民间团体办理各项身心障碍福利活动，以达到机会均等、全面参与的目标。为了促进身心障碍者社会参与，辅导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自行提供或结合民间资源办理身心障碍者复康巴士交通接送服务，协助满足就医、就学、就业、就养之交通接送需求，提高身心障碍者行的便利性。第八，教育权益。一、从幼儿园到大学特教服务。二、学习辅具的提供。三、无障碍空间改善。九、就业服务。第一，职业训练。二、技术式考试。三、职业评量。四、庇护就业。五、支持性就业。第六，职务再设计。第七，定额雇用制。第八，身心障碍特考。以上说了那么多的服务，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到每一个细项，但是提供您参考。接下来我会依不同的法定服务或方案服务详细再加说明，请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如果你喜欢，请按赞、留言鼓励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一次见。